死丫头，你还给老娘装死！你这个丧门星，今天你就算是变成一具尸体，老娘也要把你塞进吴家的马车！吴家公子快断气了，100两银子买个人去陪葬，刚好给老四凑赶考的钱。我不去！既然占用了你的身体，那你的仇我来报。我不去，那婚是你定的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反了你了，死丫头，这可由不得你！求人不如求己。你这个刻着3房的丧门星，能嫁进县城大户吴家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哼，100两银子卖亲生女儿去给死人陪葬，既然是这么大的福气，那不如你嫁过去好了，这福气我让给你。你敢乱说，老娘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石老太太，再这么闹下去，误了少爷上路的吉时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老三媳妇儿，别磨磨蹭蹭的，丢人现眼。石老三，你死了，还不过来帮忙把他绑了？死丫头，老子数3声，是你自己乖乖走上马车，还是老子打断你的腿，把你拖上去？好啊，既然你们都不想让我活，那大家就一起死吧！哼，死丫头，你拿个黑乎乎的泥巴球就想吓唬老子？你脑子被门挤了吧？是吗？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。吴耳朵！老道长升仙前留给我的保命玩意儿，怎么样？威力还行吧？吴家的嬷嬷，你不是心疼你们家少爷孤单吗？刚好，大家一起下去，人多热闹。您先请。不，师姑娘，不劳驾了。四叔，你可是咱们家未来的秀才公，前途无量，应该也不想年纪轻轻就被炸成碎肉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去吴家退婚，以后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主，谁再敢逼我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退，马上退！这亲我们吴家高攀不起，你们石家来个人，跟我回去拿退婚文书。你们2个废物，还不快滚去跟吴家退婚！100两银子啊，造孽啊！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孽障！你这么对长辈，就不怕下18层地狱吗？奶奶想先去地下帮我探探路，我去睡会儿，开饭了叫我，否则你们懂的。大梁朝律法苛刻，没有路认就是黑户，抓到直接充当官奴发卖，逃跑死路一条。女人想单得利户，除非没娘家，或者死了丈夫当寡妇。我现在16岁，大梁律法，女子17岁不婚，官府强行婚配，反抗者入狱，留在石家是个死，1年后等官府发配也是个死。看来要破这个局，只有一条路了。既然都是跳火坑，那我就得自己挑个好看又好用的，最好是个命不久矣的。不过嫁人的事暂时不急，3、4个平方不大，但够用了。这灵泉能强身健体，提高作物品质，对我这个现代农科专家来说，简直是天赐外挂。当初只觉得表妹荒唐，现在真想给她烧3炷高香。种田发家搞建设全靠他了。原身这副身体被搓磨得太狠，
必须先养回来。姐姐，吃饭了。这么点儿，喂猫呢？我头上的伤还没好，要补。去蒸2个鸡蛋。吃屁的鸡蛋！你这个，蒸，给他蒸！之后2天，10家人彻底过上了憋屈日子。我要吃鸡蛋，他们不敢不给；要吃肉，他们也只能忍痛去买。下西村的萧秀才真惨，考上功名却摔成那样，听说是没钱抓药，活不长喽。萧家不管，他爹不是当大将军了吗？将军爹，那是娶了小夫人的狠心人，为了那小夫人的孩子，把萧秀才亲娘都逼得和离了，还写了断亲书，早回京城享清福去了。这萧秀才也是个倔脾气，为了护着娘和弟妹，连京城都不去。可惜呀，全镇最会读书的人，这命悬了。我没死吗？姐姐救了你，阎王爷不收。谢谢姐姐，大恩大德，二郎以后一定报答。大哥昏迷不醒，大伯母他们还抢了粮食，我想抓鱼给大哥熬汤补身体，谁知腿抽筋了。原来他就是那个倒霉萧秀才的弟弟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二郎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要是再出事，娘也不活了。娘，我掉到河里是这个姐姐救了我。谢谢你，你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！我们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性子虽然软，但护犊子是真心。这家人挺纯。姑娘，快换上我的干净衣服，夏天也容易着凉，别嫌弃。没公婆压着，没极品亲戚搅和。虽然穷了点儿，但人口简单，婆婆软萌，小叔子懂事，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退休嫁人选弟吗？家里如今也没什么好招待姑娘的，委屈你了。这萧母倒是个善良不计较的性子，和她相处应该不难。石姐姐，要是衣裳哪里不合身，我再给你改改。娘，我一会儿去添水，不用姐姐忙。同样8岁，这孩子和现代那些熊孩子完全是2个极端。萧家这样倒挺好，他们不难相处，我也护得住他们，他们也能有人依靠。就是不知道那个昏迷的萧静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以前在道观的时候，师傅炼过一种专门用来降烧的药，你们若是放心，我可以帮萧秀才看看，为了试试。我相信姑娘，求姑娘帮大郎看看吧，只要他能退烧醒来，我给你当牛做马报答都行。不用当牛做马，我先看看人再说。没想到萧大郎长得这么好，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，除了瘦了点儿，倒是个标准美少年。烧得很厉害，怕是39度以上，再这么下去可不行。姑娘，那药真能救他吗？我的药对他应该有用，你们要试试吗？是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都是。去倒小半碗温水来。这就是老神仙炼的药。专门降烧。他现在昏迷，咽不下太快，你慢慢扶着喂，别呛到。古代男女大防还是要注意些，让萧母喂最合适。
这几颗隔一会儿喂一颗，若是再烧起来，就再喂这颗降烧药。若没有发烧，就不要多喂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，我们一家记你的恩。谢谢石姐姐。我还要去河边抓鱼，你们先照看他，有情况再叫我。石姐姐，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我腿已经不疼了，姐姐刚才帮我揉过了。放心，我会看着他。那二郎听石姑娘的话，不许乱跑。石姐姐，小心滑！插到了，石姐姐你好厉害！那是。娘和姐姐看见一定高兴。求你们不要带走百丽，她不嫁人。大伯母，我不嫁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呸！不知道好歹的东西！县城吴家可是富户，能嫁过去是白桃丫头的福气。娘，姐姐，跟在我身后。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又是这个吴家老嬷嬷，看来我没嫁去陪葬，吴家就换成了萧小妹。她是我们萧家的人，老太太做主让她嫁，她就得嫁，你拦也没用。我和你拼了！你胆子肥了，看老娘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！你是谁？别管闲事儿，不然老娘连你一起打！他就是路过的，你要打就打我，不关他的事。今天这闲事，我还真管定了。老娘先教训你，再收拾他！没想到你除了嘴臭，还喜欢自扇耳光。混账！老娘打死你！我要是再看到你欺负萧家母女，我就见一次揍你一次。石姐姐，好厉害！萧家小妹是我罩着的，你们吴家要是想抓她去成亲陪葬，我就只好让你们吴家所有人一起去地下陪吴公子了。哼，你要敢用那玩意儿炸了吴家，你也要坐牢处死。我为什么要自己去炸？既然萧小妹都要被你们拉去陪葬了，怎么个死法不是死？自己死多寂寞。我送她几个小黑球，让她带着你们吴家的人一起下去作伴，不是更热闹？我就算要死，也要拉着吴家的人一起死。谢谢石姐姐成全，这件事我自己去做，不会牵连你。这小姑娘反应倒快，孺子可教。上次你是为了保命，还情有可原，这次多管闲事，可就彻底得罪我们吴家了。吴家算个什么东西？不就是县城里的富商，难不成还能一手遮天？你既然这么说，那这闲事我还真管定了。不知萧小妹，要是让我听到你们吴家再买人陪葬，买了谁我就给谁送小黑球，带你们吴家一起升天。好，我们吴家记住了，你等着。我等着呢，你们尽管放马过来。走，回城。嬷嬷，你们怎么就走了？这亲事还没说成呢。做不了主，就别来吴家说要结亲。这。族长，您怎么来了？韩征已经从你们家分出去，还与你们断了亲。你们现在跑来要卖他妹妹，是何意思？族长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可没卖人。是我婆婆给三丫头说了一门好亲事，我们只是过来帮着提亲。事实到底如何，你们自己清楚。我们下溪村萧氏一族没有卖姑娘去陪葬的先例，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你们若敢违背，族里绝不姑息。是，知道了，族长放心。
你们等着！韩征不行，你们就不能自己强势点吗？都分家断亲了，该硬气的还得硬气。是，只希望韩征能早点醒来。是啊，要是征儿能赶快醒来就好了。靠人不如靠己，不过这软弱性子说也没用。这里有我和几位族老一起凑的几两银子，你拿着去赶快给韩中看病吧。多谢族长和几位族老的大恩大德，等征儿醒来，我们一定赶快凑银子还你们。如果征儿醒不过来，这银子我也会还的。我们不急，现在先救韩征要用。石姑娘，刚才多谢你护着萧家母女了。不过，吴家不但是县城的富户，吴夫人的亲妹妹还嫁给了知府当小妾，连县里的长官对他们家都会礼让三番。石姑娘以后小心一点。不用客气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罢了，我会注意的。石姑娘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你的恩情以后我们一定找机会报答。不用客气，也正好碰到了。我看萧家的那2个泼妇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你们想好要怎么应付了吗？我们也不知道，石姑娘是不是有什么办法？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石姑娘很好，不如我嫁来你家，给你当儿媳妇，给萧小妹和二郎当嫂嫂，怎么样？这样那些人再敢来欺负你们，我就更能名正言顺的收拾修理了。你的意思是想嫁到我们家来？石姑娘，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你也看到了我家的情况，你嫁过来的话，日子并不好过。征儿还没醒来，家里还欠了10几两银子的外债，家里连粮食都快断段了。而且要是征儿醒不过来，你嫁过来就要守寡，我们不能这么对待恩人。石家想要将我送去吴家陪葬的事，你们也知道了。我如果不自己嫁出去，娘家就是个大火坑。你们家这样的，对我来说很合适。我不嫌弃你们家现在的穷困和麻烦，就一个要求，如果我嫁过来，以后我做的任何事情，你们都不得干涉，最好我来当家。作为交换，我会护着你们，带着你们将日子过红火。我认为萧寒征吃了我给的药之后，应该会好起来的。如果他真无法醒来，当个寡妇我也无所谓，只要活得自在就行。石姑娘给的药真有效，谢天谢地。征儿啊，你也快17，该成亲了。咱们家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也没什么可图的，更甚至嫁进来还要吃苦。有姑娘愿意嫁进来，那肯定是好姑娘，所以娘就帮你先娶个媳妇儿回来吧。她救了你弟弟和妹妹，现在给你喝的药也有用，她就是咱们家的大恩人。不是都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吗？我们反过来好了，就以身相许吧。石姑娘，你真愿意嫁到我们家来吗？对啊，不然我也不会主动提出来了。你说的我同意，并且我可以承诺，你嫁过来之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会将你当作女儿一样对待。我知道自己性子软，不适合当家，所以如果你嫁过来，这个家就给你当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，只要你对真儿、义儿和离儿好就行。这是当然，感情都是处出来的，只要你们对我好，我当然会给予相等的回报。你放心，如果我嫁过来，一定不会欺负你的3个儿女，并且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他们。啊，我们要有嫂嫂啦！那你什么时候嫁过来？要等真儿醒来吗？要不我后天嫁过来，名义上给萧恒城冲洗好了，
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太急了。萧家老宅的人要是再敢来找茬，我就帮你们收拾。我也不太想天天对着我家的那一堆人。石家的人会同意吗？而且我们家现在也拿不出多少钱给聘礼。聘礼不用给了，所以我带过来的东西算作自己的私有，不算嫁妆。石家的人我会搞定，既然是冲喜，也不用办喜宴了。那你先嫁进来，等将来家里的条件好了，我让征儿为你补办一个喜宴，聘礼等将来我再单独给你补一份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后天嫁过来。那我明天请人去你们家提亲，这是必须要的，不然将来怕有人背后说你。好，那你明早让人去石家提亲吧。将鱼炖了，先用油煎黄了再炖。家里可没多少油了。奶奶，想尝一尝藤条的味道吗？煎，给他煎。我渴了，去给我倒杯茶水。喝吧。这茶品质还是差了点儿，还好以后不用再喝了。我要嫁人了。啥玩意儿？后天就嫁过去？哪一家？隔壁下西村的萧秀才家。什么？你不会要嫁给萧秀才吧？你知道萧秀才昏迷不醒，嫁过去很可能要守寡，知道他们家都没钱抓药了。当然知道，我就是看中了他家里的情况才想嫁过去的。就算嫁过去当寡妇，哼，也比跟着你们过日子舒服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要是萧家没有发生最近的事儿，那确实是户好人家。现在那可是火坑，再火坑也没石家坑吧？你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家给不起聘礼？哼，我们家将你养这么大，难道将你嫁出去不该收聘礼吗？哼，没钱就让他们家去借。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萧家想要娶你，必须得拿出10两银子当聘礼。想要10两银子啊，也行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命花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我们养大的。我3岁就开始干活，5岁被送去道观，你们每个月还拿了我的工钱，所以你确定是你们将我养大的？别给脸不要脸的，聘礼1分钱没有，而且你们还得将欠我的补偿上。什么？不但不给聘礼，我们还得补偿你？难道不应该补偿吗？这些年来，我可一直都被你们吸血呢。那就用粮食补偿吧，给我100斤粗粮，还有厨房里那3袋黄豆和绿豆，我也要了。不行，我这不是征询你们的意见，而是通知你们准备好。你们要实在不乐意，其实也行。哼，那我就不嫁了。每天的鸡蛋、肉和米饭可不能少，否则我一个不高兴，就可能会忍不住送你们去下面作伴热闹。要炸煤、削煤还是被抽煤，你们可以选一种。我们村哪家的姑娘嫁人是这样的？所以我来开个先河呗。你提的要求我们都做到了，以后你嫁入萧家，过得如果不如意，我们可不会去帮你出头。你们现在都靠不上，将来我还能靠你们？我又不是傻子。不过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，你去拿纸笔来，咱们写下来，将刚才石老三说的写下来，以后不管我过成什么样，都不需要娘家管。再写下，我嫁入萧家，将来我当寡妇也好，或者和离也罢，娘家都不会接纳我回来。当然，如果我将来富有了，你们也没资格来占便宜，这个也写下来。去拿来，给他写。
有了这个，以后立女户就基本没多大问题了。嫂嫂，我来接你回家。这是你自己要选择嫁的，以后可别哭着回来。放心吧，这里我是不会再回来了，就怕你们以后上门哭着求我呢。你做梦！不过你们就算哭着来求我，我也不会搭理你们的。你会为你最近做的事付出代价的。你是指吴家想要报复我？看来你知道些什么了。吴家是不是盯上我师父给的小黑球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果然，不过就怕他们没命惦记。行了，和你们玩掉档次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走吧，你走吧。那咱们走吧。那嫂嫂坐稳了，咱们走。委屈你了。没事。拜天地。都已经退烧了，怎么还没醒呢？这不太对劲。骨头也没断。好摸吗？手感还行，就是太瘦了点儿。你的手可以拿下来了吗？拿下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新媳妇儿石青洛。你好啊，相公。你干什么？我看你的样子像是怀疑自己在做梦，所以我拧你一把，帮你分清楚这就是现实呢。不用谢。你等等啊，我去将你娘他们叫来。这会儿你们萧家的族长等人应该还在外面吃酒席，我可以一起通知他们。你醒了？你能先帮我把衣服整理好吗？那啥，我刚才可不是要占你便宜，就是想帮你检查下身上有没有伤，虽然手感确实还行。我走了。你这是饿了吗？可惜你昏迷了好像有10来天，可不能吃这样饭菜。能再麻烦你帮个忙吗？能不能扶我一下？我想半坐起来。好了。多谢。真儿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娘，百里一耳，我醒了，以后有我在。族长爷爷，寒哲昏迷之际，多谢帮忙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了。醒来了就好。韩征媳妇儿也是个有福气的，你媳妇儿可是自愿主动嫁过来给你冲喜的，这份真性情很难得，你可要珍惜。族长爷爷放心，我会的。我送族长你们出去继续用席吧。娘，你现在可以解释下，我怎么突然多出了个媳妇儿？你刚醒，我让白离去给你熬点粥喝，我带着二郎继续去招待客人。来，把这个喝了。这是什么？糖水，给你补身体用的。咱们暂时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什么叫暂时是一家人？我想要摆脱石家的极品亲戚，又不想嫁到那种有强势爷奶的家里。我这人呢，性子强势，不喜欢被人压着。说实话，我是冲着你家来的，我觉得很适合自己。哼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将来咱们两人合不来，你有心上人或者喜欢上别人，我们就去和离。所以等于咱们暂时是一家人。我要是没醒来死了，你不是要守寡了？那我要是个丑八怪，或者醒来之后性格不好，更甚至会打媳妇儿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是长得太磕碜，我肯定不考虑嫁你家了。
至于你醒过来如果敢打我，那我绝对让你哭爹喊娘，然后把你休了。我没有心上人，以后也不会喜欢别人，所以你也不用考虑和离的事了。只要你是我的娘子一天，我就不会对不起你，会对你好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不和离，你就不和离？行吧，那咱们就试婚，合则留，不合则离。你以后还要继续考科举的吧？那以后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监考科举当官，给我们当靠山吧。貌美如花？就是好好保养你的脸，我经常看着能赏心悦目。唉，行，听你的。这小姐书生相遇的狗血套路太腻歪了。你识字？识啊，我在道观的时候和老道长师傅学的。道长炼丹的时候，我们要帮着记录开炉时间、中途变化、闭炉时间等。原来如此。这画本好看吗？不怎么样，我无聊，随便看看打发时间。你喜欢看这种画本？这是我昏迷之前从县城带回来抄的画本，我自己并不喜欢看。原来是赚钱用的，那你怎么不自己写呢？应该比抄书更赚钱吧？我不了解这些书生和小姐的爱情，也不喜欢这种桥段，所以写不出来。那你喜欢哪种桥段的？我可以帮你提供思路，构想剧情和桥段，你去润笔。你很懂那些书生和小姐的爱情故事？你想多了，我说的是咱们可以写点其他题材的，比如修仙，主角是一个乡村少年，突然有一天得到了奇遇，然后踏上了修仙征途。你仔细说说，这个的话我应该可以写。真儿已经醒来了，晚上也不用我和二郎守夜，你的被子我抱过来了。好，谢谢娘了。你喜欢睡里面还是外面？我还以为你会让我去睡小榻呢。要不是看你现在是病人，我肯定让你去睡小榻。要不你就睡外面吧。好。你还不睡吗？你就不怕我对你做点什么？得了吧，我现在这豆芽菜的身材，面黄肌瘦的模样，我看着都磕碜。你能下得去嘴？好像是有点下不去嘴。而且就你这风一吹就能倒的身体，就算能下得去嘴，你确定自己能做点什么？我没有生病之前，身体很好的。你就是恢复到从前，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，也不能乱想乱动。你要是敢非礼我，我就打爆你的头！我先睡了，你自便。你打的什么拳？养生太极拳，我师傅教的。等你身体没有那么虚弱后，我教你打这套拳。好。你知道豆腐吗？豆腐是何物？一种吃食。我们今天就做豆腐吃吧。这也是你师傅教的？对啊，要点豆腐的卤水，也是我从山上带来的。我让娘他们陪着我去磨豆子，磨好才能做豆腐。大郎媳妇儿，你这豆腐真能做出来？能，等做出来之后，大家可以来家里尝尝。大郎，你居然都可以下地了！这都是我娘子的功劳。当年她有福气拜那位老神仙当师傅，嫁给我之后，也给我带来了福气。这家伙扯虎皮做大旗的本事比我还溜，真上当。你做豆腐的过程需要保密吗？需要的话，我就先出去。不需要，一家人哪需要保密？你看着就是了。来，先喝碗豆浆，每天早上喝一杯豆浆，对身体很好的。还不错。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吃咸的？咸的吧。来，真哥请。真哥？你比我大，喊真哥不对吗？难不成还喊真哥哥？你高兴就好，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。
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其实喊相公也可以。原来你喜欢让我喊你相公啊？咱们是夫妻，你喊我相公，我喊你娘子，这不是正常称呼吗？你我可不是盲婚哑嫁，而是我主动选的你，所以适婚阶段你都是我的人。你要是敢有外心，我就先打断你的腿，再休了你。打断我的腿？说话就说话，别凑这么近。别不信，你要是敢有外心，我就敢打断你的腿。好，听你的。我是因为忠诚我们的婚姻，不是怕你打断腿。放心吧，只要你忠贞不二，以后我会护着你的。谁欺负你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好，我以后就靠娘子保护了。这豆腐我想雇人来做，然后每斤以第1文的价给卖给村里的人，他们可以挑着去镇上卖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只要能团结村里大部分人的支持，和他们绑定了利益关系，不管是对老宅还是面对吴家，咱们都有优势。你考虑得很全面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一会儿就去和族长聊一聊，顺便请他帮忙选一选来做豆腐的人。哥，喝药了。不是好了吗？怎么还喝药？这是镇上郎中开给大郎补身体的药，说要固本培元。这药惹到他了，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？真儿，这药有问题吗？这药喝了不但不能固本培元，反而会导致我的身体越发虚弱，喝的时间长了还会成个病秧子。娘，我昏迷时你们煮药之后的药渣还在吗？还在，我全都倒在了后院墙角呢。我之前一直反复高热不醒，就是这2味药相冲造成的。你的意思是镇上的郎中故意害你？咱们和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害你？你和那个郎中或者他的家人结过仇吗？如果没仇，这个郎中要害你，肯定有人收买指使，可能是那边干的。老宅的人将钱看得和命差不多，会舍得花钱收买郎中？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害死真儿呢？我们都分家断亲出来了，老宅的人不舍得，可却有人舍得。对于那女人来说，我们一家人只要活着，就是膈应她，玷污了她和那人渣的爱情。他更不希望我这个名义上的儿子将来能科举入仕，出现在京城，这样就会有人翻出来那些过往，让人知道他不过是个外室，上位的将军夫人，让人知道他们叔叔侄女不要脸的行为呢。照顾兄弟的女儿，照顾成了夫妻，你渣爹真会玩。他那个大侄女也够不要脸和厉害的，将叔叔勾引到手，更让其直接抛妻弃子。我山上砍柴的时候，感觉小腿一疼，然后腿又麻又软了下。我敢肯定是有人用石子精准地打到了我的腿，这才没站稳摔下山的。二郎溺水也应该不算是纯意外，而是有人故意说喝鱼汤能够吊命，他才去抓鱼的。老宅的大房和三房要将妹妹嫁去吴家陪葬，肯定也不会少了那女人的手笔。他将我们逼成这样，还不放过我们，他怎么那么狠？那你爹那个人渣，他知道吗？知不知道又能改变什么？这些事那女人应该没让他知道，毕竟要有损他在那人渣心里的形象。可就算知道了，他只要委屈伤心的哭一通，说想要为那个掉了的孩子报仇，那人渣绝对不会追究的，反而还会安慰一番。这仇该报，而且还得防备那女人继续下手。这仇必报。畜生，他就是个畜生，护犊还不食子呢！
以后你们就当亲爹死了吧。好，我们绝对不会认他的。现在咱们先将这个解决了。那郎中既然被收买害人，就要做好被发现的下场。现在不好告，他们可以抵赖，还要麻烦娘子过2天亲自去镇上一趟抓药，故意说我身体发虚的厉害。抓好药之后，当场道破药有问题，并立即报官。对，不但要让他坐牢，还要让他家名声全毁。这药渣到时候我们也带着，好当证据。大郎媳妇儿，你这豆腐要怎么换？1斤黄豆可以换1斤豆腐，其他的东西就按照豆腐的价格来当做参照兑换即可，直接用钱买也可以，5文1斤。我换1斤。昨天听大郎媳妇的，用豆腐炖酸菜，别说味道，还真是绝了。婶子，你的1斤豆腐好了。这豆腐除了炖，还有很多种吃法。大郎媳妇儿，你们这豆腐要拿去外面卖吗？我们又要做又要拿出去卖，忙不过来，家里人少，没有那个精力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法，可以从我们家买了，再去镇上卖，这样也能赚些差价，再挑着去镇上或者其他村转卖。只要一次性能够在我家买够3斤豆腐以上，只用8两黄豆就可以换1斤，或者4文钱1斤。这感情好，可你家现在做的豆腐太少了，咱们要的多，你们也没有啊。所以过2天，我们准备开一个豆腐作坊，请人来帮忙做豆腐，数量上肯定会增加很多。我相公已经请族长帮忙招人了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，没长眼睛啊！大郎媳妇儿，这些豆腐我们要了。你准备拿什么换呢？呸！我可是你们大伯母，吃点豆腐怎么了？还要东西换？主要是老爷子和老太太想吃豆腐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。对，这些豆腐就是孝敬你们爷奶的，而且你们老弱病残的，开什么豆腐作坊？不如让你大伯和三叔来帮你们管着，一家人他们辛苦点也没什么。你敢动手？娘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这是我家的豆腐作坊，就不劳烦大哥和三弟了。这豆腐我们也答应换给别人，你们来晚了。二弟妹，有些话还是考虑好再说。我相公一家可是和你们都断亲了。大郎媳妇儿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是你三婶儿，她是你大伯母，分家断亲，那你们也总归是我老萧家的人。就算你们不认我们两房，那你们爷奶总要认吧？可不能丧了良心，连长辈都不认。大郎以后可还得考科举呢。首先分家断亲了，连爹都不是爹了，爷奶还是爷奶吗？当初的文书可还都在呢。再说我相公的爹自己跑去京城享福，都不管他亲爹娘。我相公一个被赶出来分家断亲的孙子，要去管的话，那不是要置他断了亲的爹于不孝之地吗？这不孝的罪名下来，我相公的断亲爹可是要被朝臣参的，不知道大将军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。萧大将军要真这么做，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你放肆！居然敢骂大将军畜生！我说的是不孝父母的人是畜生，你居然直接就带入到了大将军身上。按照你的意思，他真是不孝的畜生了。萧大将军好威武，竟然敢公然违背陛下以孝治天下的政策，这可是要抄家灭族的。我们倒是已经分家断亲了，牵连不了，可你们却逃不开的。你们说断了亲也是一家人，分家断亲之后，趁着我相公昏迷，跑来家里将银钱和粮食都抢走，欺负打我娘，更丧良心的要将我家小妹卖去县城给吴家公子陪葬。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见所谓的爷奶出来帮忙？所以我在这里宣布，我们家绝对不会卖豆腐给老萧家。谁要是从我家买了豆腐转卖给老萧家，以后我家的豆腐
也不卖给他。你这个赔钱货，不要太过分了！你敢打我！我可是清清白白嫁过来萧家的，才不是什么赔钱货！我受不了这个侮辱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再玷污我的名声，我就和你拼了！大不了你死，我给你陪葬。大郎媳妇儿，你快把刀放下！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王氏，你也是太过了，怎么能这么说大郎媳妇儿呢？就是，你叫侄媳妇儿赔钱货，真是过分了。大郎媳妇儿，咱们都知道你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，王氏就是在放屁。你把刀子放下来，咱们好好说。真的吗？那你和我道歉。我道歉，我不该乱骂你，那是我的口头禅。你是清清白白，你快把刀拿开！嘴张着是说话吃饭，而不是骂人的。王氏，以后你还是注意点，否则其他人就没我那么好说话了。咱们接着换豆腐，到谁了？姐姐，你刚才翻桌子好厉害，你是不是会武啊？会一点。我曾经在道观的时候，师父教过我们防身术，只可惜他老人家已经仙逝了。原来是老神仙教的，难怪你这么厉害，不愧是老神仙的徒弟。恶人并不可怕，像王氏这种都是欺善怕恶的，只要你们比他更恶，比他更凶，他就会怂了。也是，之前我太软了，所以他们就喜欢欺负我。所以娘和小妹都要自己立起来，要狠得连自己都怕，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们了。以后谁欺负你，你就揍得他们满地找牙。嫂嫂，我真的可以做到吗？我也能像你一样厉害？当然可以，以后我教你们练武。王氏和吴氏无功而返，下次我那位奶奶就应该亲自出马了。毕竟她是长辈，不能用对付王氏的方法对付她。你放心，我其实有办法对付你奶奶，保管让他们服服帖帖的。好，我会做你的后盾，你想干什么就干吧。老萧，你这天赋也太强了吧！这故事写得很流畅，代入感很强，我觉得写得很好。那看来可以继续写下去了。画本可以慢慢写，明天一早咱们就按计划行事。我和娘去镇上抓药，顺便把那个黑心牢中给收拾了。石烙中既然敢下这种阴毒的对冲药，背后必定有人指使。你明日去药堂，务必当众揭穿，将事情闹大。只有闹到县衙，才能逼他吐出幕后黑手。放心，我明天不仅要砸了他的招牌，还要让他把牢底坐穿。令郎醒来之后，最近几天还有哪里不舒服的吗？醒来之后倒是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，就是身体很虚弱，下床都难。昏迷了那么多天，身体发虚很正常，还得吃一段时间的药补补才行。石郎中，你开方抓药，不用先为我相公诊脉吗？我看病20多年，不用诊脉也知道怎么开方抓药。你这是在质疑我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另请高明吧。我就好奇，不诊脉就开方抓药，能对症下药吗？会不会出现不好的症状？我既然开了方子，自然就能对症下药。我还轮不到你一个村妇来指教。你这媳妇好生无礼！这次的药吃完，你们就别来我这药堂抓了。这是你们的药，一共2两银子。师傅加了人参须和名贵补药，收你们2两。呵呵，已经是看在萧秀才的面子上了。这是人参须？当然是。石郎中，看来你不但不诊脉就乱开药，还用假药冒充人参须，
真是黑透了心！胡说八道！我这就是人参须。你是不是故意找茬？你要是敢撒泼，我就让人去报官。报啊！今天你要是不报官，你就是畜生王八！你这药里不但人参须是假的，明明是补身体的，可却有2味对冲的药。我相公要是真再吃3天，以后怕是都要体虚的躺在床上度过后半生了。你这个泼妇故意找茬！这药我不卖了，拿回来！心虚了想抢证据？反了，反了，杀人了！放开我！娘，拿绳子！你这个泼妇，放开我！我一定会给你好看的！乡亲们，这庸医不仅卖假药，还故意开对冲的毒药害我相公。我们现在就去县衙报官。大家如果有在他这里抓过药的，带上药方和药材，跟我们一起去请县太爷和府医验一验，看看你们是不是也被他毒害了。好，去县衙！我这病吃了半个月都不好，肯定有猫腻。堂下何人击鼓？所告何事？民妇石青洛状告镇上石郎中故意用相冲之药毒害我相公萧秀才，并售卖假药坑害百姓，这是状实与物证。府医验药。禀报大人，开这药方的人居心不良，简直是想害死人。前面的方子会导致人高热反复，陷入昏迷，而这新开的方子，表面是补药，实则有2味药对冲，喝下去之后，身体会彻底亏空。还有这所谓的人参须，哼，根本就是一种野草，吃下去不但不能补身，还会导致头晕眼花。石郎中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草民认罪。大人，我相公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下此毒手？民妇怀疑，他背后必定有人指使。说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若有半句虚言，大刑伺候。我说，是半个月前，一个蒙面的男子半夜找到我，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给萧秀才的药里动手脚。他答应事成之后再给我200两。蒙面男子，你可知那男子是何口音，身形如何？草民真的不知。那人深夜前来，穿着黑斗篷，刻意压低了嗓音。草民只看到他丢下的100两银。萧大郎媳妇儿，你相公最近可曾与何人结下过如此深仇大恨，竟要买凶害命？回大人的话，结仇倒是没有，但正好半个月前，我相公的亲爹为了要将一个外室转正，便想要宠妾灭妻，贬妻为妾。我婆婆不堪受辱，与他和离。接着公爹要让我相公离开亲娘，不管年幼的弟妹，相公抵死不从。公爹一怒之下，便要求与我相公断亲分家。你相公的亲爹是哪位将军？当朝大将萧元石将军。萧元石，那个平日里看着性子豪爽、行事正直的莽将，背地里竟是个为了外室要贬妻为妾，甚至与亲生骨肉断亲的浑人。能随手用100两银子收买石郎中，且对我相公恨之入骨的，也只有那位外室了。此事本官会派人暗中彻查，若真有幕后主使，定不轻饶。来人，将石郎中及其徒弟押入大牢，待本官查清所有罪状，数罪并罚。民妇多谢大人主持公道。青洛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在县太爷面前，你居然一点都不怕，还把那些事儿都抖露出来。娘，
你其实也可以的，只要你勇于迈出第一步。渣爹和那贱女把你们逼到这个地步，将来有机会，你一定要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我连那女人的面都见不着，怎么给颜色？最好一人先甩几嘴巴出气，再让他们名声扫地。娘，你放心，就算没有机会，我和老萧也会给你创出机会来。好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试试。就这种破纸，一刀居然要100文，这古代的读书人简直是用金子在写字啊！少爷最喜欢的那株紫菊花快要死了，县里的花匠全都请遍了都没用，他让我去找能治花的人，我去哪儿给他变一个出来？那可是少爷花了好几百两，唉，从京城买回来的，要是真死了，你这2个月的月役钱绝对保不住，唉。除非现在天降一个神仙花匠。2位小哥，我擅长养花、医花。你一个乡下来的村妇，你真擅长医花？你知道什么是紫菊吗？我师父是无尘道长，我和他学了怎么养花和医花。别说是治紫菊了，我还能自己培育出紫菊来。啊，上西村那个飞升的老神仙，你是他徒弟？如假包换。而且我相公是县里的小3元秀才萧寒征，为了他的名声，我也不可能骗你们。原来是萧公子的娘子，失敬失敬。既然是老神仙的徒弟，又是萧公子的家眷，那肯定错不了。萧娘子，那您快跟我们回白府去看看吧，再晚那花就真没救了。2位小哥，听你们的口气，你们白家在县城很厉害吧？比那个吴家如何？那当然，我们白家和吴家在县城那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。不过现在新县令来了，我们白家可是最高兴的。哦，新县令怎么了？新县令那可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儿，侯府的嫡出公子。这背景，吴家那个靠着知府小妾的后台，现在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少爷，这位就是我说的那位懂花的萧娘子。你懂花？我这花房里的名贵品种，你怕是连见都没见过吧？你这里的花，我全都知道。哼，好大口气！那你倒是说说，我这里都有些什么花？牡丹、文竹、山茶、兰花、挽莲。哦，这是郁金香，天竺传来的品种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这花连京城都没几个人认的。我师父有一本专门记录天下奇花异草的古籍，我全都背下来了。只可惜书跟着他老人家一起飞升了。唉，既然你这么懂，你快来看看我这株紫菊。枯萎病，高温高湿引起的。这花从京城运来，水土不服，能治，但我得带回我家去，早中晚精心养护才行。带走？不行不行，不能你每天来我家治吗？这花可是我花了160两银子买的宝贝。我师父的独门秘技概不外传，你要是不信我，那就准备给他收尸吧。不出3天，叶片腐烂，彻底枯死。治好他，我给你20两银子。但如果你治死了，你要原价赔我160两。成交。我用我相公萧寒征的小3元名誉担保，治死了，我相公砸锅卖铁还你，对吧，娘？对，我儿子可以担保。小四儿，拿笔墨纸砚来，立字为证。字据立好了，花你带走吧。字据立了，定金呢？定金？你把我160两的花拿走，
居然还问我要定金！废话，我可是承担着赔你160两的风险。再置花，给5两银子定金，少一个子儿，这活儿我都不接。算你狠！小五，把花给他装上。放进去吧。等等，这背篓这么挤，一路颠簸回去，花没病死，先被颠死了。小四，去套马车，送我的花去萧家。白少爷真是爱花如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勉为其难，陪您的花一起坐马车回去吧。小四哥，那边还有卖小鸡仔和小鸭仔的，快去给我抓20只鸡仔，15只鸭仔。小娘子，您这哪是来置花的，您这是来进货的吧？这马车里可不能放活禽啊！少爷会扒了我的皮的。放心，不放车厢里。你去找几个竹筐，把鸡鸭装好，绑在你驾车的位置旁边就行了。快去快回，别耽误了子菊的治疗时机哦。相公，我们回来了！你看我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？笑得这么甜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看来今天在县城有人要倒大霉了。老萧，我今天不仅把10郎中送进了大牢，还接了个大单，这盆破草值20两银子呢。